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为了撕去人性虚伪的面具，为了颠覆既有观念的枷锁，贯彻爱与真实的终极信仰。我们就是亚洲第一男子天上团马小。哎呀，受不了，受不了，浑身不爽，这鸡皮疙瘩落了一地，妈呀！现在偶像团体不高兴了？不是，今天晚饭就吃疙瘩汤。就到这份上了，还这么怀旧呢？男人怀旧的话是进入更年期的第一征兆。帅哥，现在来，可以站起换位置。哎，来吧，到这儿来，江山轮流坐。金星能证明我当年皮裤，对，你能证明我当年长挺帅。绝对的，对，因为我们俩认识的时候，他还是我哥们儿。我不信，不，真的是还帅过。那会儿他是我哥们儿。这点我真帅过，而且我住在史家胡同的时候，他那是背着双肩背，完了以后到我们家来吧，就跳在这，来谈革命的理想，所以谈音乐剧理想。不是那时候他是所有的男舞蹈演员里最软的，就是中国跳的最好啊，丁谷是我好哥们儿。对，后来有一天我去他们家。他突然穿着一蓝粉色的睡裙出来了，清楚，身材也变了。突然间，他从中国最软的男舞蹈演员变成了中国最硬的女舞蹈演员。没有，我还是最软的。没有，是最硬的是那个气质是。但是我说行了，哥们儿，以后叫姐们儿了啊。对他那时候帅过，真帅，有个头啊。他现在这个脸，不知道什么人坐了一屁股的感觉。这是档严肃的辩论节目，男人不奇葩，哪来么么哒？女人不奇葩，何该夜叉？欢迎收看由有钱有势又有范儿的有范儿 APP 冠名播出的《奇葩说》。本节目由国际扛饿大品牌鼓励多燕麦牛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选手服装由有范儿 APP 提供。哎呀，坐吧。哎呀。哎，这美特斯邦威没了。这个是美特，一会儿我给你解释。这个我说这句话很值钱的，一会儿得解释。我以为已经开始录了。一会儿记得问我一句，美特斯邦威没了。对，加钱啊！现场准备，5、4、3、2。美特斯邦威还没录呢，太急了，什么情况？你好歹给灯亮啊你！再来一条。3、2、1。哎，怎么这前面这美特斯邦威没到呢？我先说，什么情况？真想细想的呀！大家好，我是，你看我忘了吧？哪位？我是不爱打岔的高晓松，只爱妩媚多姿的金星的奇葩艺人马东。好听。大家好，我是不爱马东跟高晓松，只爱金星跟小 S 的蔡康永。哎呦，太虚伪了哈！这些好，你们的爱我接受。大家好，我是不爱他们只爱小鲜肉的奇葩艺员金姐。小鲜肉们，今天老鲜肉来了。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听了这句啊，我们是 K 姐。哎，有盆吗？你知道 KGM 什么意思吗？我们让金姐用韩语给你解释一下。其实这个称呼是用来纪念你的。啊，这是纪念我。对，为什么呢？叫 KGM 对吧？我们叫用韩文叫做卡基玛。咱们三米的。没有，哥哥别走，欧巴卡基玛就是留你的意思。擦拉哈密的。上次说的赶紧走怎么说来着？巴里嘎。
到底是叫人家走还是叫人家留啊？今天很高兴啊，小松又回到这个奇葩说的这个现场。最近小松有点想不开，第一是要离开奇葩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第二是看受不了你呗，美作斯邦威怎么？怎么回事啊？且让我从头说来。你看现在这个冠名赞助奇葩说的这个叫做有钱有势、有型有款、有颜有才啊，都不如有范儿的范甜甜冠名了，是吧？范甜甜冠名了。对，范甜甜因为第一季她发了，然后她就冠名了。这是美邦集团自己做的超级 APP， 叫有范儿。APP 是什么意思？APP，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要这么叫。是 A 照 A 那么点小的屁屁。你就发现了这个有变化吗？难道别的没有变化吗？对呀，看着也不像本地人。我们要特别感谢这次这个赞助商古力多燕麦牛奶。最妙在燕麦2个字。燕麦第一国际抗饿，第二养颜，第三瘦身。买了以后房价能涨，股票能涨停，然后。反正燕麦牛奶特别好，古力多燕麦牛奶好，你们满意了吗？你也不问问我那个活到99那个去哪儿？哎，对了，后来呢？我跟你讲了吗？下场就是这样，就是虽然你能活到99，但是因为你不赞助奇葩说，我们连名字都不再提了。真小气！你最近在微博上又发那个，就那种自拍，不是。我其实是为了，因为我很快就再也不会长成那样了，所以我就为了留个纪念。你要干嘛呀？我就留个纪念，所以我就说，哎，都给它放那儿。然后因为我越来越……你是要消虎吗？那没有，我这通常消不了。你放了张自拍，结果转发20万，然后评论粉丝也掉了1400。请问你追求的是什么？是荣耀还是屈辱？那没有，我觉得人活到40多岁的时候。就活明白了，是吧？什么也不用遮着眼睛了。你看我今天就这么来了，穿着大裤衩子，脸大怕什么？而且现在确实有点小了，没看出来吗？有。记得我们留个纪念。记得我们一直在说吗？小松没有侧面，每一个角度看都是正面，只有 A 面跟 B 面。这个小松，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前面这3位是本期出场的这3位。谁先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你站起来。我是年龄已经25岁，但是身高永远的停留在15岁的廖远哲。廖远哲，欢迎。哎，你是学生吗？我已经毕业了。我是学电影的，然后我也想教影视方面的课程。你学电影却不想拍电影，想去教电影。一般拍不好的都教别人。对，这个而且还收研究生。对，哦，这样是不是特别得罪电影学院？没有，舞蹈学院也一样的，一般跳的好到外边跳舞，跳不好全留下当老师了。对啊，好了，哎呀，远哲，谢谢你，不介意我们持续的攻击你哈，多喝这个古力多燕麦牛奶。已经在喝了，已经在喝了。对，第一抗饿，第二长个儿啊，这个。好，第2位啊。大家好，我是陈永开，来自马来西亚，然后没什么故事跟没什么背景，为了避免冷场，就这样吧。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被一个人刚才使劲的目击了一下？对，你没注意到吗？没啊，是啊。有一叫颜如晶的姑娘，如晶将你目击致死，刚才，你没注意到吗？如晶，听说你们2个在马来西亚是天敌是吗？死对头是吗？死对头是吗？你不想跟我们聊他？颜如晶在我们的这个奇葩说的那个选手的居住地，第一次看到陈永开，立刻翻白眼，2个多小时没有翻过来。不知道为什么，如晶，你们俩之间有什么过去吗？怎么了？永开，你来介绍一下。如晶不爱说话。我跟他就打过比赛，然后有赢有输，就这样。那就可以做朋友啊。对呀，我们没有不做朋友啊。他没有要跟你做朋友啊。
我没有啊。没有。你有要跟他做朋友吗？没有。没有。你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我听听看？你好。其实我们没有很熟。对。只是打过比赛而已。对。那你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吗？有印象。什么印象呢？打过比赛。你不觉得他可爱吗？可以啊。你觉得他可爱吗？可以。什么回答这？如今我们读懂了你的意思，请坐吧。哎，别勉强，不用勉强。那我可以坐了吗？你不可以。来，让我们有请第3位。哇！我要介绍一下，我其实是陈明的同事，我们是在武汉大学，我们都是教书的，但是我教的这个专业呢，比他这个更严肃。我是教哲学的。高老师正好在这儿，您是有文化的人，您应该知道，人类历史上所有最为奇葩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都是哲学家贡献。我怎么觉得他刚才语气说我们3个没？对，就是啊。一个哲学家首先就把人群分开，你知道吗？还有一点，我们知道武术中有一个空洞派，辩论中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脑洞派？没有吧？没有。本人就是脑洞派的掌门人，以及他的唯一的成员。所以我在这里希望给大家贡献一种脑洞大开的辩论方式。任何一次陈词都会以我们来开一个脑洞作为开始，请大家跟随我的脑洞进入到一个奇葩的、哲理的、逗的又没有节操的一个世界里。你以为你是 MM 豆？不可以有3句话不提到啊，周玄义啊，一个哲学老师，他呢把脑洞大开这个词儿啊当做一个一个特新鲜的词儿。在我们这儿，你发现没？他说这个4个字的时候，全场一点反应都没有。你就70多岁的人觉得，对呀，这个太 low 了吧？这个事儿，这样。全场只要他说脑洞大开，我们所有人一起嘘他，好吗？好，有本事你就坚持到底，好吧？好吧，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啊，来吧，让我们开始看一看今天的第1道辩题。在奇葩王国的一个小实验室里，奇葩博士用他祖传的望远镜，发现了一颗正在向地球飞速前进的小行星。运用1元2次方程式推算后，这颗被命名为节操的小行星将在1个月后与地球相撞，引发一场浩劫。奇葩博士迅速向奇葩议会报告，议长马东紧急召开会议商量对策。然而，面对既定事实，奇葩议员却分成了2派。有人认为末日即将到来，人们应该了解真相，郑重庄严的死去；有人却认为秘而不宣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现在决定权就在每一位议员手中。如果是你要不要公开末日消息呢？各位拿到这个辩题，有没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咱们这个就成死亡之组了，马薇薇肯定要交给您来对付。为什么？因为终于有比我们更老的人出现了，就是周玄义。如今交给我吧，马来西亚打过蛮多次。今天不是有你们马来西亚同胞吗？就看一下对方一直放话说挑战你，你有什么想法吗？没有没有啊。3点点，然后他无论怎么样，他嗨了，然后我就坐在旁边，我也看得很嗨，我会给他鼓掌。你就是对方打你的左脸，你就给他鼓掌，他真胖，你能不能在右脸上再来一发？一直在问我说什么对面有什么小鲜肉啊？所以说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就是我在第1季的时候有说过什么啊，谁不喜欢青春的肉体？对，那也要看是什么的肉体，不是什么肉，老子都喜欢的。题目出来了，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当局应该秘而不宣，还是公布消息？正反2方，正方秘而不宣，反方公布消息，做出你们的选择。开始案件。第1阶段，新老奇葩对决大逃杀，共6场对决。本赛段将从18位新奇葩中选定9位参与第2阶段的新老奇葩大混战。新老奇葩2队每场各派出3人上场对战，同时观众使用啪啪钮为喜欢的持方投票，红正蓝反，胜负将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的跑票数量决定。3、2、1， 6场选择公布消息，42个人选择秘而不宣。
3位团长进行选择。金团长，我选择是公布消息，原因是反正最后还剩1个月了，都是死，那咱们大家都宣布以后，你选你最适合你的方法、最优雅的方法、最漂亮的方法，跟世界告别就可以了。好，这是基本立场啊。蔡团长呢？我往常是跟金星作对，可是今天高晓松来了，依据我一贯的案例，我跟高晓松作对。所以那您稍等一下，来，高团长你选一下。我不是女神吗？怎么？他俩不是团长应该对着干，我在中间。你是女神的世界末日节就来了，你就来了，还有1个月你才是女神呢，你知道吗？你选择什么？我秘而不宣。我身为一个老咖，肯定要跟老咖在一起啊！我选择这秘而不宣，我都不用说话，他们就都把他们都办了，我就喝牛奶就行了。这是东厂头子的语气啊！好，高团长秘而不宣，蔡团长，那我就要公布消息吧。好，截然相反，2位公布消息，1位秘而不宣，这边秘而不宣，这边公布消息。反方一辩，请开始。坦白说，就我个人私信而言，我挺不希望公布消息的。大家想想，如果能够独享这个消息，并且好好利用这个消息的话，哪怕我人生只剩下1个月，这1个月也会过得倍儿爽。什么意思？我是知道世界在1个月过后就会毁灭的人呐、外面的世界的人，他们都还以为自己1个月过后还会好好的活着呢，他们不知道自己会挂掉。这时候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在这信息不对等的情况底下，我可以跟他借钱，跟玄毅借钱，跟马东老师借钱，跟康佑老师借钱，跟你们所有人都借钱。你们问我什么时候还？1个月过后呗，反正我总会还给你的，呵呵。大家发现没有？身为知情人的我，可以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而那些被我借钱的人，他们要经济拮据的过着拉皮条、饿肚子的生活。拉皮条的生活。那我问一下，在马来西亚中文里面，拉皮条是什么意思？拉皮条不是中国的吗？哦，你是被你的教练坑了，你知道吗？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人拉皮条。没有，那都是旧社会的事情。拉皮条，马来西亚没这个词儿是吧？我就是拉裤带。就是拉裤带，勒紧裤带。勒紧裤带过日子啊！懂了。那我们这边每一个人都在过着拉皮条的生活，天天拉皮条哎。好，你继续。当世界末日的消息一旦秘而不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世界会分成2种人。第一种是知情的人，他们可以让这个社会的秩序不断的为他们提供资源、提供帮助，来满足他们可能无限膨胀的欲望。所以，对于我们这些知道消息的人来说，我们可以尽情地过去玩，去我们想去的国家，见我们想见的人，过我们想过的有钱有势又有饭的生活。可是外面的世界的人呢？外面的世界的人呢？他们可能要勒紧裤带过日子，所以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世界？就是知道消息的人会过得很幸福，可是不知道消息的人，他们还在劳劳碌碌的过日子。他可能是一个飞机师，在那边驾着飞机，想着，哎呀，这个月辛苦一点吧，下个月的话，我就想办法请假来陪我家里的女儿。他可能是一个厨师，在那边想办法拼命的煮菜，拼命的煮菜，拼命的煮菜，然后他一直煮给别人吃。他想着，也许下一次老婆生日的时候可以煮给他吃。不好意思，没有下1个月。他不知道没有下1个月。人类社会，我们一直不断的在为公平这件事情而奋斗。可是大家没有发现，世界末日的消息一旦选择秘而不宣的话，人类会以什么来作为结束？是以不公平来作为结束。这时候大家也许会想，可是我公布消息的话，大家也许会混乱呢。各位，人类所有的争执从来不是源自于死亡，而是源自于2个字：怨恨。可能我恨同性恋，可能他恨反同性恋的人，可能有人恨金姐怎么长得这么妖艳，可能有人恨马东老师，怎么凭什么你可以敲我木鱼，我不可以敲你木鱼？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不断的怨恨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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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结果这时候世界末日消息公布了，哎，你1个月过后就要死了，嘿嘿。大家发现没有，在世界末日的消息一旦公布以后，坦白说，你的人生会过得超 peace。你看你恨的人，就好像看一个白骨那样，谁会跟骨头较真啊？所以世界末日的消息应该公布，为什么？
一来，我们希望人类的文明可以以公平来作为结局；二来，我希望人类社会怨恨了、斗争了这么多年，我们希望我们的结局是可以以很 peace 的方法来作为结束。这就是我的观点，谢谢。哎。好，永开你别那是天真的这个表情，你看看小松老师，小松老师只要一不说话，咔就脑洞。我正在想，刚才他说那马来语到底是什么内容？刚才没有说过马来语啊。没有马来语，都是吗？刚才说的是什么语啊？华语。哪个 peace 吗 ？peace 是 PEACE 啊。祥和，英文来的。你们两个不是死对头啊，还有互相帮衬的功能啊。好，正方谁来啊？我都已经被逼到1辩了，你看看。哎呀，然后陈永开说这么高大上啊，我范甜甜读书读得少，不太懂。咱们研究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这1秒钟，我们已经开始宣布世界末日来临了以后，接下来会在这个演播厅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回家呀，是不是？你说要 peace 吗？我们要爱与和平吗？我们得回家见我爹妈啊，是不是？我想回上海啊，是吧？你要回台湾啊，你要回2环啊，我出得去吗？我告诉你，大型踩踏事件马上就要发生了，我们所有的人，我告诉你，大兴的门都出不了。这个时候哪里来的 peace 呀，亲爱的？你把人性想得太幽默了。我好简单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心想了，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天哪，我范甜甜绝对活不到，我得罪多少人呐！我第一件事情得囤粮食，我告诉你，我害怕，我得挖地洞，我得钻进去把我埋起来。这些多少人恨着我们，对面多少人恨着我，不搞 AK-47拿手扛走我全家呀！我这时候回家又见不了爹妈，我也没饭吃，我们还没活到世界末日了，老子就死了。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咱们就打个比方说，大家对我还是善良的啊，没想把我干掉，就像你说的，看到白骨嘛，放了我范甜甜一马，好吧，那我就在北京好好生活吧，随便找个屋子住一住，停水停电了，这个年代你知道的，世界末日都来了，谁还上班呢？没事，停电我能扛一扛，我还有蜡烛可以点，是不是？停水了，我不能洗澡，我脏一脏也能忍一忍。可是3天以后马桶就堵了，那得多少事啊！我不要peace的活着，我干干净净来，请你让我有点尊严，干干净净的走，行不行啊？这时候我要仰天长叹，老天爷啊，彗星赶紧来吧！我呀，这是人生自古谁无死啊！难怪你的颜色看起来有点暗淡。但实际上你是可以用一种燕麦牛奶洗澡。哎，世界末日都来了，我第一个就不再插广告了。秘而不宣，他说我们很多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谋求一些事，正是以为秘而不宣有个好事儿，那我可以囤积所有的资源去造宇宙飞船呢？为什么老天让我死我就得死啊？为什么我要认命？就像那个《星际穿越》里面说的一句话特别好，为什么我们要温驯的进入良夜？难道我们还有1个月的机会？你不会为了人类最后的一点点的机会去奋发吗？去努力吗？让我打入外太空，留下最后1颗精子和卵子，都是现希望啊，对不对？世界一乱，谁给我造宇宙飞船呢？谁让我去啊？谁还留下最后那1滴精啊？这个你倒是不用担心。谁让我们为了人类，一定会有志愿者的。让我们为了人类最后的那一点希望，呐喊吧，喧嚣吧，进入外太空吧，秘而不宣吧。我先纠正本方一个那个，这是你说那《星际穿越》里头用那个迪乱的那首诗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是不能翻成"不要温柔走入那良夜"，那是我们翻译家翻错了。对，我后来从译了一版，那无论如何都不能翻成"走入那良夜"，是，所以我翻成了叫跳远，绝不向黑夜起啊。哦，对，不能那个本身是错译。高晓松，我不爱黄志忠了，我今天爱你。所以我也知道 peace 好像不是马来语，终于明白了。来吧，反方第2位。OK， 是我。刚才
就是甜甜姐说，会乱。其实我作为一个天秤座啊，有时候很纠结。当真的这个世界，比如说此时此刻一旦宣布说马上就要世界末日了，1个月之后，大家第一反应是迷茫，而不是乱。这个社会自然有它的规律，有它的规则，这个规则是会持续运转下去的。最起码这个社会会有一些惯性，规则是有惯性的。这个规则不是说我今天停，此时此刻停，像马东老师的木鱼一样一敲，然后就停了，对吧？有时候选手也会接着讲下去的。对方说要秘而不宣，那么我们来想一下，秘而不宣到底有多大的可操作性？你有一个情报，有一个机密想要瞒住，马东老师肯定会说，你一定要守住这个秘密，马薇薇。如果你要是不守住这个秘密的话，我就把你枪决掉 ，OK？ 但是这个时候马薇薇压根儿不 care 这个事情，为什么不 care？1个月之后，反正大家都要一起死了，你也要陪我一起死了。这个时候 game 要 over 了，一切的赏罚体系它都已经失效了。那比如说我就会想选择，比如说回家告诉我妹在那儿写作业，我就告诉她，姐你出去嗨呀，只剩最后1个月了，干嘛不出去嗨呀？那比如说你怎么突然变这样？因为末日到了，末日到了。这难道不是世界末日的征兆吗？然后我妹这段时间剪片子剪得特别痛苦，我看她痛苦。如果1个月后是世界末日，我一定回家告诉她，我怕你马东枪决我嘛。OK， 就算这些议员们不说，那这个地球上除了奇葩王国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国家？有没有怪咖国？有没有斗国？比如说，如果怪咖国的这个议长高晓松老师选择公开了，那就是陷马东老师于不仁不义。最后这1个月我要干什么？我就是要把马东抓起来，花样吊打。凭什么不打你啊？有什么理由能阻止我不打你？我喜欢。那么最后一招，就算其他的这些议员也好，其他国家的议会都瞒住了 ，OK， 那这个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什么？包括星星飞过来了，那么肯定会出现一些磁场上的变化，会有一些谣言出现，往往是谣言造成的危害是最大的，而不是真相。这个谣言越来越扩散的时候，那么人类最后1个月进入了天秤座模式。我到底要不要去把我这个房子卖了出去嗨呢？与其让大家这么的纠结，还不如把这个事情公开给大家，让大家做一个痛快的了断。谢谢。还有1个月世界末日，我有房子准备卖给你，你买吗？卖你吧，我买。但是我分30年付款。正方，哎呦，他刚才说甜甜姐出现的乱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人是会有惯性的。然后他是天秤座的，我不知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也是天秤座的，所以我也不明白。但是他后面的话其实又让我们更不明白了。他后面说，如果他知道了，他就会吊打马东老师啊，赏罚体系会混乱啊，这不是表现着当我们一知道了就会乱吗？像您刚才所说的惯性去了哪里呢？不可能的。其实所谓的惯性就是我知道1个月后还有世界末日，所以我还是照样的准备我的4、6级考试，因为我习惯了，然后我还是去上班去赌一赌，因为我惯了，所以这逻辑上是有矛盾的。所以刚才所谓的认为马来语，对，是马来语，因为我们习惯了，所以刚才的那个点所谓反了，其实没有反到，这还是会乱的。这样他又说了，其实他后面说一大半是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很简单的话，纸是包不住火的，总有一些嘴碎的人，总有一些用望远镜看到行星正在那行星叫什么名？刚才金星节操行星，谁取的？节操行星会出现，看到我们总之就是我们会知道的。这样，身为当局是纸包不住火，不如我们正当的告诉大家，让大家在死的时候死个明白。其实我觉得解决方案有很多啊。为什么一定要用同样的方法？要么就讲，要么就不讲呢？对我来讲，讲一半，讲一半，开脑洞了。什么叫讲一半？很简单，行星
会飞来，但是世界不会末日。如果马上告诉你，你就会心慌意乱，就会乱，死的时候不够庄重，会有死。如果完全不告诉你，又太无聊，你照样去上班，照样去考试，你死的太平凡，太一般。所以，如果我是当局，我决定会告诉你，我会让你有一个心愿。我告诉你，如果你要世界行星来了，你挖地洞就会没有事。只要每一个人在家里挖地洞，行星撞你的时候，你可以钻洞。这个将会是每一个人最后的心愿，每一个人的遗言会是统一的遗言。我想要挖地洞，避免我被人家撞，对不对？明白我的意思吗？懂，放心吧，我们是脑洞大开的人。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晚年给大家，每个人很亲切的，有上班的上班，可是回家的时候就努力的挖地洞，期望自己可以有一天不会给行星撞到。这道理就好像医生告诉你，你有绝症了，如果我说你一定会死，这样你肯定很绝望。我告诉你，你吃小黄瓜，吃小黄瓜你可能有救。这样你就很有期望的，每一天去买各式各样的小黄瓜来啃。小黄瓜有赞助我们奇葩说吗？哎，喝燕麦牛奶，不，喝雅哈咖啡，愉快的聊天可以避免世界末日。如果避免世界末日，避免绝症，喝谷粒多的牛奶，燕麦牛奶，吃 MM 巧克力豆，喝一喝雅哈。可以解决问题，这样你每一天就收集这些产品，每一天努力的在准备。对不起，我一定要补一句。对，开着狂拽炫酷大片的东风标致308S 可以逃离地球。这时候你就过了最有范的最后一个月。太堕落了！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广告商全部说恶心了。最后广告商花钱求你别说，你又赚了。这就是一个确保你不会死得太可怜，又不会死得太不明不白。每个人怀着最后一个心愿，而且是我准备给你的心愿，最后结束了你那一个月。所以我说一半就可以了，因为不说又不能，说完又不好。大家记得说一半。谢谢，谢谢。所以颜如晶刚才的意思是说，我们给一个引导的说法，让大家照着我的意思走，是这个意思吧？对。所以你是为了引起怕引起乱象，你希望大家就平和的抱着一个虚妄的愿望，就活到世界末日来了。就跟说你死了过后有天堂一样，让大家不用害怕。那个挖地洞太牵强了吧？住16楼怎么挖什么呀？16楼挖到15楼就能走过。我觉得小黄瓜比较好执行。我觉得听了你的建议，最神奇的是有一个人没有挖地洞，而是在自己的脑袋上挖了一个洞，脑洞，开了一个脑洞，企图躲避这个行星的，就是站在反方的周旋义。前面这个脑洞是关于屎的，我只说一句话。都世界末日了，你还管你到哪拉屎？没人会 care 的。你想在哪儿拉，在哪儿拉，没问题的。好，这个问题先过去，我们先来开一个正常人类的脑洞啊。其实有一个担心真的是多余的，真的，我告诉各位啊，你们现在来开一个脑洞，想一个问题：如果我告诉你们说现在摄影棚内有危险，你们肯定会慌乱，这是对方的观点，慌乱咯，大家往外跑，对不对？会出很多的问题，有人在当地拉屎之类的，这是你们会出现一些问题。假设我现在告诉你们一句话啊，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会死的。谁慌了？你心跳都不会加速，为什么？我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慌乱来自于第一，突如其来；第二，有可能躲避。可是，一个并不突如其来，同时不可能躲避的慌乱，不会让人慌乱。我们再来开一个脑洞，想象我们是在一条大船上，在浩瀚的海洋之中。这个时候，船长跟你讲，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咱们这条船1个月之后肯定完蛋，没有任何幸存者，包括船长马东本人。好消息是，咱们这个船上准备了充足的酒水饮料，各种娱乐设施。好，在遇到最初的那个慌乱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慌乱几分钟，我看肯定甚至1天，甚至1个星期。但是，请问各位，慌乱完了之后你会干什么？睡起来嗨呀！
这块风格怎么这么统一啊？事先练过吗？好，所以你看，按照我方的观点，我们最后一跪，事实上是通过狂欢节。请问马东老师，你忍心剥夺我们最后这一点欢乐的权利吗？再开一个脑洞，假设今天就是世界的最后一天，假设今天就是，那么请问各位，你们1个月之前就知道今天是，和现在才知道今天是，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不同？假设我们1个月以前知道是，我们慌乱也慌乱过了，恐惧过了，震惊过了，到处拉屎的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最后一天，我们会怎么样？恩怨已经了结了，我们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玩也玩了，亲爱的人也是见了，该说的话都说了。我们会拉着至亲至爱的人的手，坐在沙滩上，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吗？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这是我们真正的事先告知之后的最后一天。好，定格在这一个地方哦。我们再来想一下，假设最后一天我们才知道，看见一颗流星缓缓降落，我们所有人的表情就是啊，天哪！然后这个时候我在旁边说一句，我说您知道吗？马东老师1个月之前就知道了，他不告诉你。就再开一个脑洞，再开一个脑洞。1万个世代之后。有一群外星人来到地球上，满目疮痍。他们通过他们的技术手段还原了我们地球人的最后一个定格。按照我方的观点，公布最后一个定格是什么？是所有的人类拉着手，尊严地迎向自己的末日。有些人把自己灌醉，在醉醉醺醺之中去寻找最后的这个总结；有些人是拉着自己的亲人，有的拉着自己的恋人，无所谓。但是每一个人最后是一个有尊严的状态。那么，假设是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说，我们在最后时刻都不告诉大家，所有的人在外星人眼中，他的定格是那个狼狈的那种我耻辱的状态。所以我方观点很简单：为了人类的最后一刻的幸福，为了人类的最后一刻的尊严，为了给整个宇宙留下一点尊严的念想，我们应该公布。最后一句话总结：如果我们不曾严肃地去面对我们的死亡，我们就不配说我们曾经在这个地球上活过。好，谢谢各位。你看他这边自动的就站起来了，跟通了电似的。刚才周老师，你再来一下那姿势，不好看。那个。刚才周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意淫狂和屌丝的狂欢节，为什么呢？因为地球只剩最后1个月了，是你们也起来嗨呀！姐你注意听，姐你是你姐你嗨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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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于你们这些平时就不太嗨的人，最后1个月你们可嗨了，你们可以上街打砸抢，平时意淫不到的林志玲都可以，你们一拥而上跟他嗨起来。马东老师，你都重口味的讲花式吊打，你有想过一个问题吗？马东老师为你花式吊打他嗨，林志玲他嗨吗？哎，你怎么知道我们俩一个爱好？什么意思？每一个人对最后欢乐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你们明白吗？那些无数觊觎过彭于晏的人、林志玲的人、用反野的人，他们最后都想站起来嗨呀。但你有没有想过？彭于晏、林志玲、樊野没有很想跟那么多人嗨呀，他也没有体力跟那么多人嗨呀，对不对？所以你们的狂欢节，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最受屈辱的、充满凌迟的1个月。不要说我们是慌乱，我告诉你，你们的狂欢是失序，明白吗？这个社会是要有秩序。第一点，反驳你。第二点，太可怕了，这个你装了奇葩说有史以来最大的最大的什么？你说的是马来语吗？我说的是节操星语。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人类要有尊严的死去。尊严建立的前提一定在于可以被后人记住，这样你的死亡才是有意义的，对不对？好，一个人愿意为他的国家去死，
因为他的死可以换来国家的延续。一个人愿意为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家庭去死，为什么？因为他的死可以使他的家族延续。一个人愿意为了自己的理想去死，那是因为他的死可以换来自己理想的不灭。所以他的死因为有意义而有尊严。可是这时候节操星他砸来了，我死了，我家族也死了，我死了，我国家也死了，我死了，我理想当然也死了，我死了，全人类死了，这叫灭种。在灭种的前提之下，没有人会记住一身傲骨。下一个物种会把我们像恐龙一样放在博物馆里欣赏我们的一身兽骨，你明白吗？我们那时候毫无尊严，一切都被消解。所以你看似我们说的荒诞可笑，可是一切荒诞的背后，它恰是带来了我们这个命题最后的意义，就是只有我们知道消息秘而不宣的时候，它才可以使人类在幻想中的意义和尊严中度过自己平淡的一个月。而恰是这样的东西，才是维系了我们虚幻的尊严。谢谢。永开，如果一个人他的心灵真的脆弱到一发现死亡即将降临，然后就立刻变成疯子的人，坦白说，没有末日，他也不会是什么正常人。第一点。第二点，你们说我们各自都过各自想过的生活，于是没有飞机师给你驾飞机，因为他会回自己家里；不会有司机帮你驾车，也因为他也想回自己家里。各位，有些人他们会过自己想要做的开心的事情，可是也有一些人会在死之前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想要选择过得开心，那就像我方玄义所说的，过一个欢愉狂欢的末日狂欢。如果你想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坦白说，你可以在死前证明你的意义。所以这两者并不矛盾，懂我意思吗？就这样，谢谢。那个花溪啊，我为什么支持政治应该秘而不宣，并且我希望政府秘而不宣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觉得当一切都失去意义的时候，只有一个东西有意义，就是生活。我生活的意义就是一切如常的平淡，因为我觉得我在我最后一个月里面，如果你非要让我去干什么大事，我干不出来；你让我去还我所有的愿望，我的愿望会越还越多。所以我反而希望我最后一个月的意义过的就是一切如常。顺便补上你的脑洞，外星人为什么要来地球？最后补上那个场景，他们是为了研究地球人活得怎么样的，所以要还原的是一个真实的人类生活，而不是大家举手狂欢的生活。所以我就希望我的最后一刻、最后一秒，一切如常，哪怕死在奇葩说的舞台上，也是有范儿的死法。谢谢。马薇吧。实际上是这样的，我方的那个结论呢，是从你们2、3遍中推出来的。什么意思呢？你们会说啊，末日来临前的1个月，一切奖惩都会失效，一切规则都会失效，所以让我们站起来嗨。好。所以不是说那些人平时玻璃心，而是说当一切奖惩和规则失效的人，平时被规则控制的那些人，他们就会出来去放大自己那些被法律压抑的罪行。因为如果法律不能压抑罪行，法律是没意义的，对不对？所以你的反驳不是因为那些人玻璃心，不是因为那些人变态，而是那些人心中的恶被失效所放大了。OK。秋晨那个点非常有意义。他说：“我们都能想明白，凭什么我们就说外面的人想不明白呀？这不公平啊，这不民主啊，对不对？”可是秋晨，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民主是一种很好的东西，但它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东西。它的东西最大的缺陷是在于它效率低。什么意思？有人想明白的快，有人想明白的慢。有人想明白的方案是 A， 我要平淡生活，对不对？有人想明白的方式就是站起来嗨，对不对？我们现场都有2种不同的想明白，放到外面没准有200种的想明白。想明白跟想明白会冲突，这就是我们说的失序。陈明。
我说个新观点，跟他们可能想法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在拿常识推断一个常识情况中不可能出现的事儿。我讲一个我个人的经历，之前有过一个说法，说2012年12月21号是世界末日。我在走到那1个月的那个时间，我是充满了好奇心的。人在那个时候不会怕死的。因为我们怕死都是怕凭什么我死你不死，而我如果知道全世界所有人跟我一起死，我是好奇，你知道那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人类历史上活过几千万亿个生命，只有我的这个生命镌刻在了地球最后的墓志铭上。我是地球上最后一个死的人，我不一定跟所有人同年同月同日生，我跟那些伟人，我跟秦始皇、秦皇汉武都没有交集，但我跟这些伟大的名字，康永老师、马东议长、小松老师、金星老师，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我们有几个人？这马屁拍的。我们还有各位老奇葩们，我们所有跟我们最崇拜的人、最伟大的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所有的名字，就是我们这60亿个名字留在了地球的最后一刻。这有什么呢？地球人都要活一次，都要死一次，我死成了这个样子。我很期待那天的到来，我丝毫不会失去，我不会去砸，我不会去抢，我不会，我会怀着最虔诚的心，怀着最没有的遗憾去履行我人生中最后的30天，然后最后很平静地迎来60多个生命共同要去的一个地方。不管那个地方是天堂也好，是地狱也好，是离子状也好，是原子也好，是哪也好，无所谓，因为人都是要死的，但这种死法是最酷炫的一种死法。开灯吧，谢谢。你觉悟高啊！我为了避免你跟我们这些伟大的人一起死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会事先干掉你。好吧，让我们所有的导师开始结案陈词吧。我先说嘛，因为最漂亮的都在后边2位呢。其实特别简单，我觉得我只有一个要求，如果是有这么一件事情的话，那让我知道，然后我会选择。知情权在任何一个人类当中，跟他的进化没关系，就要明白。哪怕这1个月，这一个人活了40多年都没活明白，最后1个月你让我明白一下子。反而如果我设身处地的想的话，我不会惊慌。OK， 大家都一样，这个是唯独公布消息最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很简单，你给我一个明白就可以了。让我面对明白，完事儿。刚刚说不会发生这件事情，我倒是不太肯定啊。我觉得很容易发生这件事情，就是，我看到一个访问呢，有一位环境学家，他说我们人呐，老是叫大家说我们要爱护地球、保护地球，不要把地球弄毁灭了。他说讲这话的人很傻。我们在杀整地球的时候呢，我们整的不是地球，我们整的是我们人类自己。地球啊，遇过比我们目前险恶更多的环境，它早就被流星撞过了，它整个空气变得乱七八糟，比现在严重1000倍的时候都有。所以我们人类再怎么杀整地球，地球还好，地球经历过很多事，我们杀整的是我们自己。所以所谓的世界末日，不是地球会灭亡，是我们人类会灭亡。我们人类会灭亡的时候，我们在乎什么事情啊？我觉得大家刚刚都谈到了一点点，可是没有真正设身处地去感受一下，人类灭亡的时候，我们还在乎什么？你剩1个月的话，我觉得你大概狂欢个3、5天也就差不多了，你不至于30天都狂欢的啊。你3、5天之后就觉得空虚了，你还是要寻求一个意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行销骨灰从地球上面消失不见的时候在乎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最后一点我抓得住的意义。不管那个意义是我是道德的，我是好人，我是善良的，我是高贵的，还是我曾经存在过，我制造过改变啊。用这个角度来想，人类全体灭亡的时候，人类所在乎的这个最后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刚才你们主张秘而不宣的人花溪讲了一件事情，他说留给外星人看一个博物馆里面我们生活的常态，这个刚好有点像我要讲的这件事，就是我们人类希望留下我们文明的痕迹，我们不希望地球在经历过我们之后毫无改变，我们不希望人家重新来拜访这个星球的时候，上面是一片沙漠，既看不到唐诗宋词，也看不到罗浮宫，看不到万里长城。我们希望留下一点痕迹，那是我们最后能够所求的一点点意义。因为我们都要死了，没别的事好做了。你上了谁也好，吃了什么也好，那都不重要，屎也好，没有屎也好，都没关系，就是留下一点点的痕迹，表示我们存在过。好，那就回过头来讲了。如果我们想要留下一点点痕迹的话，我认为政府并不会比民间高明，因为政府也没经历过这件事情，他不知道行星撞过来，
我们要如何留下痕迹？他是给万里长城盖上一个大罩子呢，还是给罗浮宫盖上一个大罩子？这个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这个时候，刚才呢，我们这边有一位辩友讲得非常好，就是智慧在民间。你要相信每一个人会想尽办法的留下一点线索，是我们人类曾经存在过。所以公布消息，让大家各自想办法。你留下的是狂欢的痕迹，是宁静的痕迹。你偷偷的在后院打了一个洞，把一本《金瓶梅》藏进去，《红楼梦》藏进去，还是你偷偷的就在墙上刻了一个字，写说高晓松到此一游，那都可能在最后整个地球毁灭的时候，你留下的那一点点痕迹，偏巧就成为了人类曾经存在的证明。我认为政府照顾不到这件事情，他可以把整个罗浮宫的藏画都运到地底下面去埋着，不见得保得住。所以我认为公布消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鼓励民间大家各自想尽办法留下一点痕迹，因为那是人类灭亡之后我们唯一会感觉到意义的方法。谢谢。高队长，我先回答一下康永哥的这个啊，庞贝的人们其实并没有想要设计说我要把庞贝古城留成一个什么样子。那灾难就来了，但是庞贝古城依然留下了今天看到它的样子。人类也好，恐龙也好，这世界上的万物也好，都有自己的缘，就是它最终是留给其他的生物也好，留给其他的世代也好，什么并不是它自己能设计的，或者以一个全人类灭族这样的规模的毁灭来说，那些设计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生生不息的人类，它就会留下很多东西，就像玛雅会留下，庞贝会留下一样。所以我并不认为。经过设计的留下一些东西，会比没有设计的自然的留下的要高明多少？这是第一。第二呢，在西方学术界其实是，尤其战后到现在有一个很强烈的倾向，就是小知识分子，比如说律师、作家或者大学教授都属于那种公知型吧，就是警惕政府，警惕政府欺骗人民，警惕专制，警惕所有的权利等等。但是，目睹过人类浩荡的浩劫成长起来的一批大知识分子，比如说萨特，比如说海德格尔，比如说福柯，最终他们的主要的观点都是警惕民众，因为实际上人类的几乎所有的暴行都是民众来实施的，人类再坏的一个独裁者，他也不是个外星人。再坏的一个独裁的政府，也不是由外星人组成的。那最终人类大量的暴行，其实都是民众实施的，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经历过的那些浩劫，我们自己今天大家都还记忆犹新，所以我觉得那一方把民众说的有点过于的好。当然，如果你有解决的方法，你有 solution 当然是好的，那你当然应该通知民众，比如说你头上扣个铁锅。还是挖个地洞，你当然是必须要通知大家。但是你如果没有 solution 的情况下，没有人会主动通知民众一个没有解决方案的东西。其实罗斯福早就知道日本会侵略，但是他没有事先说，咱们大家都准备好啊，就日本人要打来了，他没有意义，除了导致恐慌以外，没有其他的意义。更不要说一定会死这件事儿，恐惧其实是人类最大的痛苦。那如果你公布这件事儿以后，你又没有一个解决方案。当然，刚才说的混乱也好，暴行也好，先放一边。你除了给大家造成很大的痛苦，在生活在恐惧中，这个还是说罗斯福总统在联合国成员的时候，专门在人权里加了一项重要的人权，就是人们有免于生活在恐惧中的权利。那你说你给大家形成这么强大的一个恐惧，那你又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基本上我说秘而不宣就是这两个道理。第一就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到今天，不管有多少哲学流派说人类是好的，人类是性本善的，但是实际上人类没有一次在灾难中证明了自己是善良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还是我说的那个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形成这么大的痛苦，其实是当局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小钟真是有本事，这我跟金星就可以好好的相处。所以告别秀，小钟一来就把我惹到了。小钟啊，你让我讲一句，好吧？那如果你不满意，你再补，好吧？我已经说完了，其实。OK， 对啊，今天这个辩论有一个意义在，它不是一个悬空的论断，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得到一个结论是秘而不宣，而不是公开消息的话，
那主张秘而不宣的那边讲的所有成立的理由会被倒推回去，让执政者作为他这个食品有没有毒，要不要秘而不宣，那个自来水有没有毒，要不要秘而不宣。只要你们主张了这一次可以秘而不宣，那么倒推回去，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我们的主张是，如果有 solution， 当然要宣布。就比如说食品有毒或者水有毒，你有能找到这个解决方法，当然要宣布。可是你忽略了，万一解决方案在民间呢？你秘而不宣的结果就是你舍弃了跟大众求取智慧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可惜。我很乐意输给你，这是没问题。我也可是我告别受也没有输赢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确实我特别喜欢看你们俩打起来。精彩，精彩！哦，精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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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一个非常逗的开始，每一个人都跟吃了 巧克力豆似的，欢笑声中开始的一场辩论，到最后一个人说话都没有。所有人都陷入一种深沉，好像30天之后真的会撞上。我现在真的不会秘而不宣，我宣布真的不会撞啊！这不过是一场辩论。好，我们双方包括团长在内都已经全部都结案陈词完了。我们请现场100位观众用火蓝键，你们只负责一件事儿：今天到底是正方变得更好，还是反方变得更好？地球会不会毁灭？政府会不会告诉我们，去他的！啊，我们今天只去管到底是红方胜还是蓝方胜，请按键。我们真的就不能好好的聊天吗？我们就不能喝一杯雅哈咖啡愉快的聊天吗？啊，还有一个雅哈咖啡呢。啊，对对，我们就不能开着狂转炫酷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喝着雅哈咖啡好好的聊天吗？我们就不能再穿着从 APP 上买来的衣服，左手拿着牛奶，右手拿着豆，坐在308S 上好好的喝着咖啡聊天吗？我们怎么这么忙啊？我们是被你搞得特别忙呀，我本来不忙的。哎，为什么一个节目要接这么多广告呢？你们是有多缺钱呢？好，结果已经出来了，50比50，正方胜。秘而不宣的时候，它才可以使人类在幻想中的意义和尊严中度过自己平淡的1个月。我们还没活到世界末日了，老子就死了！不说又不能，说完又不好，大家记得说一半。本场比赛老奇葩胜，新奇葩一方将会淘汰1名选手，淘汰选手将由2位团长、神位嘉宾以及老奇葩阵营4方各投1票共同决定。反方3位分别是廖远哲、陈永开和周旋义。谁表现的不是特别理想，会离开《奇葩说》第2季的现场？哎，来，谁来宣布？如晶，你们选的是谁？廖远哲，原因呢？哲学教授嘛。对，这边2哲，为什么是他？我们觉得他今天的表现不够好。你终于说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他前3场一直说的是因为他表现得很好，因为我们评的是晋级的。然后3位团长来说一说，选择这个人的原因，然后最后我们一起量提拔，好吗？金团团长，我觉得还是那个，就是跟3位表现的状态来讲，这观点都有陈述，但是表现状态呢有个比较，所以这是我个人观点。我觉得他的相对其他2个稍微弱一点点。蔡团长呢？今天这个题目不容易讲啊，稍微陷进去一点就变得很沉闷，或者是很缥缈，所以能够让听的人有一点点共鸣，我觉得就是很好的表现了。那3个人当中，我觉得我选的这一位，在引起别人共鸣上面稍微弱了一点，所以我选他。小松兄，举孤证2个例子，永远不如逻辑有力量。所以当辩论的时候，很倒霉的就是我举了1个例子或者2个例子，因为说服不了别人，因为你可以举100个例子，人1个例子驳倒你，所以逻辑更重要，好吧？好，3位请量提拔。
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好，3位请亮题板。好，4票投给廖远哲。远哲非常非常抱歉，你可能心里有委屈，也可能有不服，但是非常感谢远哲兄来参加奇葩说。谢谢远哲，谢谢远哲的同时，要谢谢我们超级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谢谢有范儿，谢谢。好，下期节目再见。